好，回到节目，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在日本。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日本要举行国会改选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有一颗在日本要国内倒数的金融炸弹，也就是日本的国债问题啊。过去被视为是全球最安全的日债呢，现在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画面。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30年期的日债殖利率正式进入4%的年代。那抛售潮呢，不只是来自于外资啊，就连日本本地的金融机构都在撤资，避险基金也开始放空日元，压住日本是撑不住的。那其实不只是日本，在先前呢，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记得吗？以前的英国首相特拉斯就是因为当时他一上任之后，大规模的举债导致市场失控，短短45天，首相的位置还没坐热，他就被赶下台，自请辞职。那现在呢，日本会不会朝向一样的路？啊，大家都在关注啊，倩姐，这个是金融的专业，跟大家请教您啊。现在日债殖利率狂飙，啊，政府呢就是不断的举债，借钱成本暴增，企业的融资压力也不断的上升啊，金融体系可能会出现系统化的风险。这是大家在看日本，特别是它的债的这个部分啊，会不会重演刚才我们提到的英国的特拉斯，会一样吗？你这个对比，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因为Takeshi他一上来，他的第一个预算也是赤字预算，要大量举债。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告诉他说，日本的国债呢，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么多年，大概将近30年，日本是最低廉的资金来源。大部分在金融市场操作的人就会去借便宜的日元去做其他跟美元相关的衍生性商品的操作。也就是说，在全世界美国以外的欧洲美元呢，他们称为欧洲美元，就是美国以外的美元，绝大部分的资金来源来自于便宜的日元。所以 Euro Dollar 跟日元的海外日元是联动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如果是这个礼拜你看市场的话，就是美债跟日元的日债呢，都发生了极端明显的联动，也就是美国的国内跟美国的国外的这些美元的环流呢，同时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当然，对于日本来讲，它是非常严重的。日本这么多年来是靠着自己国内的人去买日本债，好，譬如说它的央行、保险公司，就是劳退的那种退休基金和很多的这些避险基金，都是国内最大多数。所以如果发生了问题，不是在国外有那么大的外溢效应，可是国内会先倒。国外的外溢效应是因为经过了借了日元去操作的金融商品，就是说欧洲美元。因此，如果我们看冰山一角的话，因为美债太大了。日本的日债可以是美债的冰山一角，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的不只是日本会发生问题，事实上是在美元的这个大环流里面发生了问题。那我认为高市早苗他很聪明，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没有很快的做一个剧烈的动作，去寻求所谓的新民意授权的话，大家就会把责任推给他一上市的这个赤字预算。就是说，都是你高市，你在这个时候你没搞清楚，可是他重新解散国会。全部重选以后呢，他会得到一个新民意的授权。那这个新民意的授权可以维系他的政治生命，但是救不了日本的经济问题。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算取得了多数的国会，他取得了完全执政的权利，也解决不了日债问题。解决不了日债问题。我常常讲哦，政治人物会有一种幻想说，哦，他可以用政治正确来做很多的运作。可是经济是有理性的。刚才我们讲的美元、日元跟欧洲美元的这个大环流的关系是30年来的结构。所有的人都知道有很大的叫基差交易，就是借日元去做别的地方的这些交易呢，你不可能很短的时间你就把它全部拆开来，就是那些合约不会很快就解掉，所以他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么长期在金融市场上所有玩杠杆的人都知道的这些事情，所以没办法解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那接下来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他是很聪明在这一点啊。就我们假设他赢了，他再多了20-30%，那么他在得到新民意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告诉日本人说：“你相信我，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形，我们大家要咬紧牙关，要庄敬自强，要处变不惊，要度过这个难关。”他可以有一种政治的说辞来维系他跟他相关政党的政治生命，但是经济弄不完。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方法。
台湾那么赖政府那么爱日本啊？那如果真的要实现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台湾政府可以提供2500亿的信贷转让给日本就好了，已经给美国，那为什么不给日本呢？这样可以解决日本的燃眉之急吗？你觉得？2000万对日本算是不小了，可以。OK， 好，那我们提到说日债哈，就是现在当然是外界非常的关心，尤其金融圈最近都在看这个日债的警讯啊。高市早苗确实是不是真的想要赌一把呢？你可以看到他最近呢，其实在政治上面，他真的是要豪赌一下啊，因为要进行一场这个豪赌的政治赌局。在23号他宣布解散众议院，在2月8号就要投开票，这也创下了日本在战后最短16天的选战记录。但这次呢，解散众议院有几个不寻常的点。比如说呢，距离投票日只剩下16天，其实是非常短的啊！马上这个大家都要决定投给谁，就连自民党重量级的人物麻生太郎都向外界表示，他事前不知道高市要决定这么做，政策的辩论几乎也来不及展开。而且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它的选区是比较小选区，有些不见得是高市他就能够去拉抬这些地区的议员他们的这个得票数，所以媒体也分析说。高市想要做的是把他现在个人的高支持度转化成为自民党的高选票得票数，甚至目标就是一口气要增加30席的议员席次哈。好，问题来了，洪老师，这个高市这么高的名气、民意支持度，能够转换成这个高选票吗？从过去这几个月，我们确实看到高市他的高支持度。把自民党拉抬了一下，但这个拉抬它是会一个长期的动能，还是只是昙花一现？说实在，因为高市她是日本第1位女首相，其实大家也在看日本人到底能不能接受一个女生当首相，因为一开始说实在，有些心里不服的男性可能选择不讲话，但是只要这边出问题，那边出了一个麻烦。一而再再而三，可能高市受到的挑战，甚至是从自民党内部的挑战，很快会浮现。因为日本真的多多少少，特别是在比较上一代啊，还是有这些男女之间的这个差异的态度。好，那我要讲就是说，高市我觉得他确实可以用他现在的高人气去拉抬一些自民党在短短16天就要准备选举的这一个国会的席次啊，尤其是他的这个。相对来讲啦，对某些人是打破自民党都是这种老年男性的这样的一个党啊。还有呢，高市他的这个比较强硬的这些对外，还有这些强势的经济政策，他说他是继承安倍，对，所以让一些本来自民党的一些保守支持者觉得说，我自民党现在怎么变那么软？突然觉得我现在这个首相蛮强硬的，我喜欢，所以这些保守者慢慢又回来了。对，所以我觉得他短期确实而且16天啊，他会让他的这个在野党来不及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席次的增加那个是有可能的，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中。对，但是还是有些限制啦，因为就算这一次选赢，但是自民党他长期这种黑金的丑闻，还是没有离开，所以自民党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看日本内部的讨论，常常会讨论到从安倍一路过来这个黑金的问题，再来就是高市他的经济学能不能够像刚才雷倩姐讲的，日本的这个殖利率啊、国债啊，还有日元的波动，还有万一下半年开始日本的物价开始往上涨，不一定是他的原因，可能是美国的原因或者什么的，那高市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对，最后当然就是说，他这样强硬的政策对韩国、对中国大陆怎么办？那你听到对中国大陆特别啊，现在中日的僵局还没有打开，还是一直僵在那个地方，也看到高市的态度。因为反正现在要大选在即啊，你不可能让它软下来，所以这不只是关系到国内政治，接下来大家也在看的是，万一就是高市真的成功的执掌了国会，他取得了多数，而且是绝对的执政啊，完全执政，那接下来当然就会牵动到整个东亚的局势。学界普遍是认为，如果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胜选，中日关系恐怕在短期内难以回温啊，所以也就是中日关系如果等到高市赢得了国会大选 ，Russ， 你觉得当他全面执政之后，只会坏不会好了？你同意吗？同意不会好，短期之内当然是不会。那美国会乐见这样的情况发展吗？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到伊朗那个情况，那当然，川普不希望
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会太好了。那当然，川普希望日本继续增加国防预算，尤其是购买美国武器啊。那另外，川普也是希望日本可以实现去年达成的日美的贸易协议，尤其是投资美国的部分。同时，我认为川普也不希望这个问题变得那么大，就是他要介入，就像他去年11月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1月24号早上先跟习近平通电话，下午就跟高市通电话，所以这个也很明显是川普，当然是不希望日本靠中国，但是同时不希望这个问题是他要天天要在处理，或者天天有接受情报单位见报的时候。有报告给总统说，日本、中国这个问题越来越大，他不想听。你刚刚点到一个重点啊，中日的关系不好，越来越糟，其实得利的是美国，当然是美国了，当然了，因为光是在稀土这件事情上面，日本没有办法向中国取得稀土的话，那其实他可能就得转向美国寻求帮助了，对吧？我刚刚说的，对川普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日本实现这个投资的